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MD 出品的这一款不可变形的外传擎天柱，盒子里边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了。我们来看配件内容，大枪涂了这种金属漆的效果，枪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灯，根部这里有开关，按一下，橘色的灯常亮，再按一下是闪烁状态，关闭。弹匣可以拔出来，里边有子弹的刻画。大斧头涂装也非常漂亮，斧刃的位置采用了这种渐变色的喷涂，包括刃壁上这里边的一些细节刻线。双刀也是采用的这种夹层式的设计，中间的刃上面也有一些细节的纹理，并且也是同样采用了这种渐变的涂装。地球的全息投影，蓝色的透明零件制作，通透感很不错。每片大陆上边还用青色涂了出来。根部这里是一个开关，往下按压就可以把它点亮。幽蓝幽蓝的，很好看。剩下的这一套就是赛星形态的替换装甲件了。臂甲这两块是强磁吸的，剩下的都是嵌合扣子扣上去即可。这一套也是之前第三方出的一套配件包。我们来看玩具的本体 ，MD 的这个在30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些改进，主要是装甲上面的，其次就是身上的涂装，舍弃掉了原版30 DL 那身脏脏的旧化涂装，这一回的柱子做出来崭新无比呀。也是为节省成本吧，它没有上那个脏旧漆的划痕这些干扫的工序，而且头雕的部分跟原先的30版本也有些许的不同。这个头雕是重新开模做的，看起来会更加的宽一点，圆润一点。发光机构依旧在脑门这里，点一下，眼睛可以发出来蓝光，这个灯泡还是挺亮的。头盔的细节刻画，口罩的刻线感觉还可以啊，但依旧口罩这刻线显得有一些宽，而且这个柱子外传柱子总会让人觉得愁眉苦脸的。后脑勺这里也有非常漂亮的刻画，上方颈部这里装甲的细致涂装，其实做的都不错啊，就是少了一层干扫的旧化和那些自洗的战锁。脖子为2段关节，在下方这里还有一段可以连同脖子的这块装甲一起活动，所以范围还是挺大的。360度旋转也没有问题。肩膀位置啊，打开这边的肩胛，阻尼感还行吧。中间是合金的关节，我们可以把它拆下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大块的合金棍子，而且据说第一批样板的反馈，这些关节都很松啊。我手上拿到的这个还可以啊，支撑的稳定性啥的没有太大的问题。360度旋转，阻尼感也很好。蝴蝶关节也可以外托，肩胛片儿，胳膊肘这里做了2段关节的曲臂，同时这里边也是一个大块的合金。二头肌旋转，不同于30的原版，这一回改成了第三方的这种全指可动手，每一个指节都可以活动。同时，因为握持武器中间会有一个大的插扣，但在配件内容里还有一块光滑的手掌，可以把掌心的这个替换上去。手臂的细节刻画，这些纹理、涂装，除了新啊，其他方面做的都是还不错的。就是缺旧化效果。这一块外臂甲呢，直接往开抠，里边是用强磁固定的。胸口左右摇摆，前后弯折，同时后背这里的脊椎刻画。当时30非常有创意的这个脊椎，人们俗称龙虾背啊，非常的漂亮。左右腰部旋转也有一定的幅度。但是后边这里会稍微的阻碍一些，所以并不能进行360度。裙甲拨开，胯部里边这里是带有齿轮的合金关节，踢腿的幅度很高，而且支撑的稳定性相当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腿左右旋转，幅度并不大，里边的装甲会影响到一些。膝盖位置依旧存在联动的机构。但是吧，好像并没有30原版的屈腿幅度做的那么大，不过现在也能达到个140-50度的样子。脚踝左右接地，前后活动，
脚尖折动，这些地方的阻尼感都是相当舒适的，不会显得太紧，也不会太松，支撑起来完全没问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腿内侧这里的一些细节纹理，刻画的都还不错啊。还是那句话，就是缺了一些旧化的战损效果，其他方面做的都是可圈可点的。然后我们来更换那套赛星的装甲，上半身拆解完毕，就是现在的状态了。胸甲我们可以直接更换上去。其实这两个胸甲的区别很小啊，无非就是一个有雨刮器，一个没雨刮器，对吧 ？Septon 上边也不刮风下雨的，所以就这一点点区别。肩部的造型，地球形态的烟囱换成了更具科幻造型一些的这种张力很强的装甲片。前部装甲的造型也换得更加有跃动感，不过汽车人标志就不要想了。在更换赛星装甲的时候，注意有2个插点变成了3个插点，所以这3个扣子要同时的对齐，注意一下。地球装甲这一片带烟囱的是可以独立活动的，全部换成赛星之后，这里就被完全锁定住了。第3个扣子和前方的装甲这里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只能从这块肩甲的根部进行活动。脚臂甲直接一个磁吸扣子插上去，注意对准后边的小卡槽。蓝色的面板，对比一下这2块小臂甲不同的造型。最后，赛星的轮毂要盖起来，中间一个凸点扣子。那么好，全部更换上去以后，我们把一个造型 MD001 的这一款外传擎天柱的一个赛星形态装甲换上去以后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很喜欢这种赛星形态不同的样式带来的这种全新体验。虽然说是一个第3方的配件包吧，但装上以后的效果着实非常漂亮。整体把玩下来，质感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用料和工艺也完全说得过去。我发现的一点点小问题就是这个手腕的支撑力度似乎没有那么强，因为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大枪过长过重，你看导致支撑起来，举枪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难受。但是如果稍微找一点角度，还是能放得住的。但是手腕这个松紧程度确实有待加强。大斧插在手里是相当稳定的，而且拿起来非常的有质感。我个人来说，并不喜欢给擎天柱拿双刀啊，感觉大斧张力会更强一些。在细节方面，也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明显的水口或者做工粗糙的地方，涂装很精美。但是少了几道工序，没有了自洗，没有了渗线，没有了干扫的银漆划痕，所以给你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崭新的擎天柱，刚从流水线上边下来，没有经历过大战的洗礼啊。其实这个就算萝卜青菜了，可能有的朋友们会喜欢战损，有的人会喜欢那种新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吧。要是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它和你买的30版的 DL-X 柱子其实并不冲突，毕竟这一套有双形态的替换装甲，你可以把它拼成赛星形态，到了地球以后打的就乌漆麻黑了。再加上相对来说这么大的一个成品合金玩具啊，它的售价是相当便宜的，大量的配件融入，性价比方面也是相当惊人的。所以大家觉得这款产品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我们这期就玩到这儿吧。